大家好，我是哲嘉。上一集我们讲完了 Codex 的基本设置，还有 Codex 的云端任务。那这一集我们来讲 Codex CLI，还有 Codex 的一些命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 agents.md。那接下来我们来安装 Codex 的 CLI。那一样是进到 Codex 的网页，那这里就可以复制安装指令。那我们打开终端，然后按下 Enter， 它就可以安装了。那一样是会跑有一点久，那我这边是已经安装好了。那安装完后，我们就要进行登录。那指令就是 codex login， 按下 Enter， 它会在浏览器开启登录的网页，就是像这样子。那你就是透过你使用的账号去登录。好，那我现在已经在网页上登录了。那登录完，它就会这边出现 successful login。那如果你想要登出的话，就是 codex logout， 这样就会登出了。好，那进入 codex 就是直接打 codex 就会进去了。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在这个路径下使用 Codex， 它就会去问你这个 folder 能不能让 Codex 使用，这样子，就之后不用再问要不要 approve 这样。那你就是选第一个allow 这样。那接下来讲 Codex 的一些命令，按下斜线，然后一直按下方向键，你就可以看到它所有可以使用的命令这样。那来讲一些比较常用到的指令，比方说 model， 就是去选你现在想使用哪一个 model， 然后按下去的话，还有一个东西叫 thinking level， 就是你希望它想的多深入。那越少的话，就是使用的 token 越少。那可能程式码撰写上也可能会想得越浅越不严谨，这样以此类推。那预设会是 medium，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调 low 或者 high 这样。那接下来讲 approval， 它是用来调 agent 的权限。你可以调 read only， 那它就是预设只能读，那任何的更改都会去询问你这样。那如果你选 auto， 那它就是自动去改你的程式码，然后不用去再询问你这样。那接下来讲 init， 那这个指令就是会去扫你这整个专案，然后会对它做一个简短的描述，然后还有一些 instruction， 就是这个专案主要是用什么框架或者怎么 run 起来，还有就是它怎么去跑测试等等，那都会写在这个 agents.md 这个档案里面。那之后你的对话或者任务都会遵循这个档案。那如果你希望之后的任务都能遵循一些什么规则，比方说更动完程式码，你希望它去跑 lint，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条件写在这个 agents.md 档案里面。那之后它对程式码有一些什么改动，都会去 run 这样。接下来讲 compare， 就是你的对话其实有一个内容上限。那你一直问的过程中，其实你现在问的问题 Cortex 都会去找你之前的提问，所以你接下来的提问它的 context 就会越来越长。那最终其实可能会到它的上限，然后可能就会损失你比较早之前的问答。
的资讯这样。那你可以透过 compact 这个指令去压缩之前的对话，那你之后的问答就可以又保留之前的对话内容这样。然后 status 这个指令很简单，它就是去看你现在用什么 model， 然后一些资讯，然后 context 还剩多少这样。接下来这个 command 比较特别，它叫 AI commit。那作用就是它会去侦测你这次的程式码改动，然后帮你生一段 commit message。那它只能在 IDE extension 这边使用，不能在 CLI 这边使用。它的功能就像是GitHub Copilot 有一个功能叫做 Auto Generate Commit Message。那这样你在之后做 Git commit 的时候就很方便，不用想这次的 commit message 是什么这样。那像我刚刚请他帮我就是把网页最上面导览列的背景变成黄色这样，然后我们来下这个指令 AI commit， 那它就会开始 working。然后他就会讲哦，就是最上面这个填了一个背景色这样。再来讲怎么回复之前的对话，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把 Codex 关掉，或者我们要做新的功能的时候，会希望重新开始一个新的 chat， 会比较干净，没有之前的资料。但是有时候又会想要回复之前的对话。那我现在先把现在这个 chat 关掉，然后回复的话就是打 codex resume 这样，然后它这边就会列出你之前有哪些对话，然后你就是可以用上下的方向键去选你要回复哪一个对话，按 enter， 这样就回来了。再来讲怎么在你的 chat 里面提到你的档案或者路径，那你就是 at， 然后比方说 source 底下的档案，然后你就可以一样用上下方向键下去选，或者你可以用 mention， 然后它也是会变成 at， 然后你就一样找你的路径。但我觉得这样是很麻烦啦。第一个是你 at 还要按一个 shift 2，蛮麻烦的。然后你还要方向键去选你的档案，或者你直接打也很麻烦。所以我通常都是直接右键去复制 relative path， 然后贴到这里，然后说我要针对哪个档案，然后做什么事情这样。那接下来讲怎么放图片到这个 Codex CLI。像前端的话，如果你有设计稿，然后你的设计师可能不是用 Figma， 那你可能就不能用 Figma MCP 去找你的设计稿，或者有些公司是没有设计师啦，那可能就是 PO 或者 PM 在 PPT 上面会画那个设计稿，那有时候你就是也要丢图片上来，然后就可以跟 Chat 讲，想根据这个设计稿做什么事情，那就是会很方便。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后端 API 的 spec， 它要捞 DB 的哪个栏位，那有时候规格也是会开在 Confluence 或者 Jira 之类的，那你就是可以把规格截图，然后丢到 Chat， 然后跟他讲说，这个 API 想要捞哪些栏位，那这样也会很方便。那方法很简单，就是从资料夹拖移图片到 CLI 上面，然后按下 Enter， 然后它会跑有点久。那我之前已经跑过，那就是会讲这张图片就是
这个影片的封面这样，然后主题是这个，然后图案大概长什么样子这样。那拖移图片到 CLI 上面，听起来很直觉，应该就是每个工具都要有，但其实不一定。像我之前在 Mac 上使用 Cloud Code，也是可以直接这样使用。但是如果在 WSL 上使用 Cloud Code 的话，这样就会有问题。那我后来是有找到解法，写了一篇文章，那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再来讲一个很重要的档案是 agents.nd。那我们在指令这边打 init， 就会去生成这个 agents.nd 这个档案。那它是用来去描述你这个专案，然后可能会有一些 instruction， 然后如果你希望之后的对话套用什么规则，也可以把这些规则写在这里面。好，那我们等它跑一下。那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我刚刚先中断录影，然后等它跑完。那跑完大概就是会像这样，然后你看到左边多一个 agents.nd 的档案，然后它就会去描述这个专案。那如果你有使用过其他 Vibe coding 工具的话，应该对这件事不陌生。应该很多工具都会有指令去生成一个这个专案的描述档，像 Cloud Code 也是有同样的 init 指令去生成 Cloud.nd 这样。好，那比较特别的话是这个 agents.nd 它不只可以用在 Codex， 像 Cloud.nd 它就只能用在 Cloud Code 上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页它有写，就是这些工具都会去参考这个 agents.nd， 不论是 Codex 或者 Cursor 或者 Cloud Code 或者 Copilot。那到这边其实我有个疑问，就是我用 CLI 的卡面去生成这个 agents.nd file， 它能不能就是在 IDE 点选会参考？那我这边去问 Codec， 他是说会的，他会去参考这个档案。那如果我不特别提它呢，那也会参考吗？会，就是只要专案里面有这个 file， 它就会自动参考。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是在云端上使用的话，它也同样会参考吗？那这边回答是同样也会，就算我对话中不特别提到的话，它也会参考。那这样看起来，这个 agents.nd file 就是生成之后，你可以在这3种使用情境下面都可以使用到这样。